叶凡留下了道伤，只剩半年寿命。安妙一居然和叶凡双修涅槃经，为叶凡治疗道伤。上集最后，随着叶凡和夏九幽的大战结束，绝代神王为叶凡留下了神王印记。如此一来，所有人都不敢轻易对叶凡出手。叶凡的威名在这一夜传遍了东荒与中州，他成为了年轻一代中无可争议的强者。在随后的日子里，叶凡受到了诸多修士的拜访与结交，但他心中清楚，这些热情背后隐藏着的或许是利益与算计。他始终与神王在一起，希望找到挽留神王性命的方法，但神王的状况却每况愈下。与此同时，叶凡也意识到风族的联姻计划或许并非如他所愿。风烈之前因试探叶凡而被揍，如今见叶凡冲关成功，态度大变，试图拉拢叶凡去见安妙一，但被叶凡拒绝了。风烈不甘心，继续纠缠，却被叶凡警告不要胡来。不久后，风族的一位老祖宗出现，告知叶凡风族决定让他离开神城，这是绝代神王的安排，他将进行最后一次威慑。神城依旧繁华，风烈带着一群身份显赫的朋友出行，叶凡的出现让众人立刻安静下来。叶凡的圣体出城，震慑了年轻一代，无人敢轻易招惹他。众女子试图与叶凡亲近，希望他展示元术，但叶凡心不在焉，他更希望找到不死神药来救治神王。然而他在各大十方中尝试后，依然一无所获。叶凡来到风族时，绝代神王突然出手，击杀了暗中窥视的敌人，显示出他即便临终仍具强大战力。与此同时，风族的掌上明珠凤凰突然出现，他的到来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。凤凰自容绝世，修炼天赋惊人，他高傲地宣布不可能嫁给叶凡，甚至表示要与他断绝一切关系。叶凡对此并不在意，反而建议他直接与风族圣主沟通。风族的几位老祖宗出现后，凤凰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，他认为自己即便要订婚，也要选择一位有潜力成为大帝的人，而不是像叶凡这样的准大帝。风族明珠凤凰高傲如仙皇，扬着晶莹的小下巴，五色霞光绕体，姿态高不可攀。叶凡则神情平淡，仿佛置身事外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嘴角带着笑意，却什么也没有说。风族的老人见状，赶紧让凤凰下去休息，示意他不要多说。凤凰扫了叶凡一眼，留下淡淡馨香后翩然而去。几名老人则显得有些尴尬。凤凰的到来以及他与叶凡的初次相见，迅速传遍神城，引发了巨大轰动。许多人都对凤凰拒绝叶凡的联姻表示惊讶，认为这将是一场大热闹。凤凰的追求者们更是为他的决定造势，使得这一消息在神城内迅速发酵。叶凡对此不屑一顾，他来自星空的另一端，对这种联姻本来就毫无兴趣，甚至对感情也保持着超然的态度。凤凰在神城的日子并不低调，他时常与好友相聚，其中包括众多追求者。他还相继与诸圣子相见，尤其是与金翅小鹏王的独处引起了轩然大波。金翅小鹏王与叶凡本就有过节，凤凰此时与他相见，更是让外界议论纷纷。许多人认为凤凰是在明确拒绝叶凡，而风族的长辈也因此感到头疼。叶凡对凤凰的态度毫不在意，他懒得理会这些风言风语，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做什么。绝代神王即将离去，他让叶凡尽管出行，无需担忧，似乎预感时日无多，想要再诛杀一些暗中心怀不轨的人。叶凡在外走动，众人瞩目，但无人敢出手。他与屠飞、李黑水和大黑狗一起赴宴，没有拒绝过任何门派的邀请。圣体的名头让他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，年轻一代对他充满了惧意。元术古世家的人远离神城，吴子明、李重天等敌视叶凡的修士也变得极为低调。然而叶凡在一次聚会中突然咳血，仰天栽倒，这一幕震惊了所有人。庞博、屠飞和李黑水等人急忙上前查看。叶凡的伤势被证实是大道伤，绝代神王曾用神灵血帮他斩断因果，却斩断了他的生命本源。风族的几位老人认为叶凡活不过半年。这一消息如同海啸般震动神城，甚至传向天下各地。许多大势力前来探望，但都束手无策。叶凡醒来后，与庞博并排躺在房顶上，遥望星空。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希望庞博能想办法回去照顾好他的父母。庞博则坚信叶凡一定能活下来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神城依旧繁华如昔，但叶凡再次出现时，感受却大不相同。曾经的他备受瞩目，如今却无人上前，只剩下冷淡与冷漠。人们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，有人同情，有人幸灾乐祸，甚至有人落井下石。叶凡行走在这座城市中，沉默不语，心中却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深夜，叶凡独自坐在清冷的孤院中，星光洒下，显得格外幽寂。他再次咳血，生命本源的伤势让他感到绝望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只金色的小麒麟悄然出现，他用七彩物丝为叶凡疗伤，虽然无法根治，但让叶凡感到了一丝温暖。叶凡心中感慨，这个小生灵虽然失去了记忆，但他的本能依然在，他用单纯的方式给予叶凡关怀。李黑水和屠飞回到叶凡的居所，告诉他自己服下麒麟种子或许能续命一段时间。庞博也回来了，
他疲惫不堪，却依然坚定地表示要为叶凡夺来青帝之心。然而，叶凡知道大道所伤，外物难以治愈，他劝阻了他们，让他们不要冒险。叶凡再次走在神城的大街上，听到那些冷言冷语，他却出奇地平静下来。大黑狗黑黄则毫不留情地对那些出言不逊的人进行挑衅，甚至动手。叶凡则警告那些人离他远点，否则绝不留情。夕阳下，叶凡来到妙玉庵前，吴子明和李重天等人故意挑衅，嘲笑叶凡命不久矣。叶凡冷笑，警告他们不要逼迫自己。然而那些人依然不依不饶，叶凡终于忍无可忍，金色血气冲霄，探出一只金色大手，将那些人全部击杀。只有吴子明和李重天侥幸逃脱。叶凡再次出手，将他们也化为血雾，彻底抹杀。远处的修士们目睹叶凡出手的瞬间，无不被深深震撼。尽管圣体身负重伤，但他的威势丝毫未减，依然令人敬畏。所有人都意识到圣体不可辱，哪怕他将死，也绝不会容忍任何冒犯。那些曾经冷嘲热讽的人更是心惊胆战，生怕叶凡听到他们说过的话。叶凡扫了一眼周围的人，白衣飘动，径直走进了妙玉庵。庵内一座宫殿金碧辉煌，雕梁画栋，仙雾缭绕，宛如广寒宫阙。叶凡坐在白玉桌前，平静地饮茶，打量着对面的绝代佳人。安妙一风华绝代，乌亮的发丝垂落，她亭亭玉立，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美，曲线完美无瑕，仿佛是从画卷中走出的仙子。小男人，你让我伤心了。她的声音如同天籁，轻盈地走过来，宛如一株晶莹的仙葩在飘摇。叶凡微微一笑，我虽然打破了诅咒，但时日无多了。你想亲手杀死我吗？安妙一轻笑，眼中却闪过一丝不甘。我是说过，如果你失败，我会第一个杀你。可是你已如此，我怎么忍心？叶凡轻叹，世上谁人能不死，连大地都不能例外。我只是遗憾不能回到故乡。安妙一微微蹙眉道，明明打破了诅咒，为什么还不能改变命运？叶凡沉默片刻，说道，今夜来看你，然后去拜别神王，立刻远离神城。安妙一脸上带着笑意，美丽到了极点。你总算没有一声不响的离去，我若永坠红尘，你会怎样？叶凡刚想开口，却被安妙一用玉手挡住了嘴唇。他轻笑，发丝飞舞，缓缓说道，只有你能活下去才行。叶凡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美丽无双的女子。安妙一转身走向书桌，取出一张古卷递给叶凡，记住这篇心法。叶凡接过古卷，疑惑道，这是什么？安妙一轻声道，1000多年前释迦牟尼的一位弟子留在妙玉庵的。什么？释迦牟尼的弟子？叶凡疼得站了起来，眼中闪过一丝震惊。安妙一轻盈地走了过来，柔声说道，今夜你留下。这幅发黄的古卷材质难以辨认，像是兽皮，又似古布，显然年代久远。卷首写着涅槃2字，叶凡心中一震，这2个字在佛教中意义非凡，象征着成佛的过程。安妙一解释说，这是释迦牟尼弟子留下的古今药义，专用于疗伤，曾让妙玉庵一位垂死的庵主不仅伤势尽复，还获得了新生般的蜕变。古卷上的文字密密麻麻，阐述生死奥秘与再生玄妙，内容艰涩难懂。叶凡静心凝神，仔细揣摩。虽然名为涅槃经，但并非真正的轮回复生，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状态、获得新生力量的法门。修行此经虽不能长生，却能增加寿元，延缓衰败。且这篇药义更是无上疗伤神术，拥有不可思议的奇效。叶凡参悟的刹那，机体绽放宝辉，金色血气澎湃而出，让他看起来如一尊神明。他开始尝试以涅槃圣术疗伤，体内出现多种异象，混沌青莲相伴，仙王附体，山河呈现，阴阳生死图绕身。他的不灭金身璀璨夺目，既有神灵的庄严，又有圣体的神武气势，仿佛盘坐9天之上，俯视人世间。安妙一美眸泛起异彩，详细为叶凡讲解经文。叶凡在他的指导下，尝试修复生命本源，试图让大道裂痕消失，永葆不朽圣身。然而第一次尝试失败了，他的嘴角溢出一缕血迹。第2次尝试依然失败，叶凡感到回天无力。安妙一不甘心，劝叶凡不要放弃，但叶凡知道这种疗伤方式是耗自身精血来实现涅槃，若不能有效，他纵为圣体也耗不起。他摇头道，太难了，这是耗自身精血来实现涅槃，长此下去，若不能有效，我纵为圣体也耗不起。安妙一也感到困惑，他曾听说涅槃古经是西末最高的疗伤圣术，尽管这仅是一篇药义，但也几乎是天下极致了，应该能治愈任何伤势。叶凡则更想知道释迦牟尼弟子的身份以及如来的一切。然而安妙一也表示自己并不清楚那位弟子究竟是谁。妙玉庵本是西末的一个门派，传承佛教不是禅功，后来分裂并东渡而来，融合了道教双修法，更名为妙玉庵。1000年前，释迦牟尼的弟子出海归来，途经东荒时遇到妙玉庵主生命垂危，因双方在传承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这位弟子留下了一篇涅槃药义后飘然而去。所以
安妙一只知道那是佛教禁忌，具体细节并不清楚。叶凡意识到大道之伤或许真的难以治愈。月光洒落，安妙一亭亭玉立，空明而绝世，她的美貌如同上天最完美的杰作。她决定用妙玉庵的无上双修法与涅槃经结合，为叶凡进行最后一番尝试。她轻盈地走到叶凡面前，捏住他的脸颊，笑道：“从来都是别人成全妙玉弟子，今天我可能是第一个破例的人，成全你来复生。”宫殿中，安妙一的晶莹胴体在月华下如同透明，完美无瑕。叶凡虽然对双修术一直持否定态度，但此刻却不得不亲身经历。安妙一轻点叶凡额头，让他静心。双修法运转，涅槃经的禅唱声响起，宫殿中一片神圣祥和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叶凡的生命本源依然无法修复，大道留下的伤痕依旧存在。叶凡将安妙一的秀发绕在指尖，思索着是否还有生路。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成熟的不死神药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。安妙一缓缓坐起，发丝如水般垂落，他凝视着叶凡，轻声说道：“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了。”叶凡却认真地回应道：“绝不是最后一次相见，请相信，我不会死去，我还要再活1万年，让那些圣地都无言。”安妙一起身走向玉床，遥望明月，说道：“吞天魔冠的另一半将要出世了。”叶凡问道：“是否需要神体、圣体、天妖体等同去？”安妙一却平静地回答道：“你不要去，不要问为什么。”叶凡说道：“好吧，我不会去。”好久之后，他才走回来，看着叶凡道：“小男人，你走吧，我会活下去的。”叶凡坐了起来。安妙一为叶凡穿上衣衫，动作轻柔而缓慢。叶凡离去时说道：“每隔一段时间，你都会听到关于我的消息。这片大地不会安静。”神城依旧繁华，但叶凡的离去已成定局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叶凡行走在神城中，让年轻一代心惊肉跳，无人敢多言。他轻易抹杀吴子明、李仲天，震慑了所有人。诸圣子、诸圣女纷纷躲避，年轻一代更是噤若寒蝉。黑皇终于回来了，却无精打采，沮丧地抱怨紫杉进不去了。叶凡向绝代神王告别，恰好看到风族圣主与白衣神王在谈论联姻之事。因为叶凡身负大道伤痕，生命仅剩半年，尽管他曾打破诅咒，雄视年轻一代，但如今已不再是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。绝代神王与风族圣主风惊云讨论联姻之事，但凤凰坚决反对，使得联姻之事不了了之。绝代神王虽感落寞，但并未过多计较，反而鼓励叶凡不要绝望。叶凡向神王和风族圣主告辞，表示自己将远走他乡。神王告诉他，小婷婷明日会来见他，同时或许只有不死神药才能治愈他的伤势，但需要在太古的天地中滋养。叶凡心中豁然开朗，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终于掌握在自己手中。离开大殿时，叶凡遇到了风烈的人，他们对他的态度冷淡且带有嘲讽。叶凡并未与他们计较，只是表示如果自己不死，一定会还清风族的缘。第二天，小婷婷随江家的人来到神城，她得知叶凡的伤势后非常伤心，甚至想要用自己的太阴真血为叶凡疗伤。叶凡安慰了她，并将万物母器鼎暂借给她，表示如果自己不能回来，此鼎就归他所有。神王带着小婷婷和万物母器鼎悄然离去，留下了一个悬念。叶凡在离开前仔细巡视了神城，所到之处，年轻一代无不忌惮，生怕他进行最后的疯狂。然而，叶凡并未挑战任何人，而是选择了离开。在告别时，叶凡将仙灵龙送给安妙一，这是他从仙婴石中切出的奇珍，若能以仙气滋润，可成为无上仙典。随后，叶凡踏上玄玉台，横渡虚空而去，踏上了寻找不死神药、逆天改命的旅程。